今天我要用白萝卜和香菇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天气慢慢变冷了，早上的被窝都特别温暖。如果懒得出门买早餐呢，可以试做看看这一道萝卜糕，回锅蒸一下或是煎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辣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白萝卜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350克的白萝卜。我发现台湾冬天的时候，白萝卜好像特别便宜哦。也有民间俗话说呢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所以呢，冬天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白萝卜。它白萝卜的营养成分很高，所以有人呢会称它为是小人参。但是呢，任何食物都一样啊，就是过度的摄取呢，要依照自己身体的状况去摄取，足够的量就好，不要过度。那最近呢，我在台湾的传统市场看到白萝卜非常便宜哦，一条大条的差不多才台币15元或20元而已。那这次我买的这3条白萝卜，你们知道多少钱吗？才台币10元呢，我就挑了6条，因为呢一部分可以做萝卜糕，那一部分呢就可以炖白萝卜卤味啊，或是搭配红萝卜海带去煮成汤。把白萝卜削皮，我会再习惯削多一层，这样子可以去掉它的辛辣味和苦味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白萝卜的蒂头切掉，这里切片。把白萝卜切丝。白萝卜的皮大家会不会削掉呢？我是习惯的会削掉，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说，白萝卜的皮呢是含有萝卜硫素，是十字花科蔬菜里面最有益健康的化合物之一，可以不用削皮。我尝试过用软毛刷刷洗过那个萝卜的表皮，但是还是会有泥土的颜色残留在上面，所以呢，最后我还是会习惯把白萝卜的皮削掉，感觉吃起来这样比较安心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削掉白萝卜的皮呢？那我也看过有人说，白萝卜上面的叶子也是可以吃，他们有些人拿来打果汁，有些人拿来炒成一盘菜等等的。那现在开放下面留言呢，一起来交流，你会不会把白萝卜的皮削掉，或者是你会不会吃白萝卜上面的叶子？一起留言跟我分享。来跟大家讲，有一个我来到台湾的一个趣事，就是在马来西亚呢，如果你只说萝卜2个字，大家第一个直觉就会知道你在说那个红萝卜 carrot。那如果你在台湾只说萝卜2个字，台湾人呢就会认为你是在说白萝卜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去买菜，我就跟那个菜摊老板说我要1条萝卜，他就递出1条白萝卜给我，我就心里愣了一下，怎么是白色的？然后才意会过来，原来就是你说萝卜2个字，你指的就是白萝卜，所以我就学会了。现在在台湾买菜呢，要讲清楚，你是要红萝卜还是白萝卜？如果你是说萝卜2个字呢，老板就会给你1条白萝卜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继续切细一点。可以了，来装盘，把白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5朵的鲜香菇，把鲜香菇的角切下来，这里切成片状，就是把它切碎。鲜香菇的上面切片，再换个方向切成小丁。上次有提到说我们家的孩子不爱喝汤，现在呢天气变冷了，儿子又说妈妈我想喝热汤。那我说上次不是说不喜欢喝汤吗？那是因为他说天气很热不想喝，孩子就是这样很善变。那常常呢会说一下喜欢一下不喜欢，不过他们想吃是最好的啦，就是怕他们胃口不好不爱吃。
因为呢，我很怕汤呢会剩下来，如何处理呢？所以呢，我在煮汤呢都用碗公来量。假设4人份的汤呢，我就会用3个碗公或3个半的碗公的水下去，这样子汤煮出来呢就不会剩了，剩到隔夜还要再吃。所以现在煮汤就是煮小锅一点。像这个白萝卜，我就是计划拿来熬海带芽跟红萝卜的汤。然后小元宝呢，因为有汤呢，它也吃得比较快，就是自己把汤呢放在饭里面，有点湿湿的，这样子它吃起来也会吃得比较快。给它切碎，就是换个方向。把香菇放入盘中。准备半包的金针菇，金针菇刚有冲洗一下，因为刚刚木屑都有粘在金针菇上面。现在把根部切掉，这里的金针菇切碎，把金针菇放入盘中。准备45克的猴头菇。把猴头菇切碎，可以了。把猴头菇放入盘中，切一点小黄瓜来搭配萝卜糕吃，就是简单腌一下，做一个快速简单的凉拌小黄瓜。我会把小黄瓜切成片状。把小黄瓜放入碗中，放入1/4茶匙的盐，把小黄瓜抓腌均匀。先静置，我们去做白萝卜糕。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把猴头菇放进来炒香，炒到有点微微的金黄色，现在可以放入金针菇，还有香菇。快速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食材有混合均匀了，现在可以来调味。酱油1茶匙，盐1茶匙，白胡椒粉1茶匙，糖半茶匙，把所有调味料炒匀，就持续的翻炒，翻炒到馅料变很香很香，再盛起来。馅料已经炒香了，味道都融合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今天去全联本来要买再来米粉来做白萝卜糕的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这个，它有直接是一包写水磨萝卜糕粉，我就买了它。其实它也是再来米粉，因为它下面呢有写再来米粉品质成分不变，敬请消费者就与新知继续选用。所以这个呢也是可以拿来做萝卜糕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称，现在来称250克的再来米粉。再来米粉在马来西亚叫做粘米粉，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用粘米粉来代替这个再来米粉，可以了。刚刚在倒的时候，我看到后面的成分写这一包萝卜糕粉呢的成分是再来米粉、玉米淀粉、小麦淀粉，还有马铃薯淀粉，那就是里面有这些成分。如果马来西亚朋友还是可以用粘米粉来取代就可以了。放入300cc 的水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成一个没有颗粒的面糊状态。搅拌好了，像这样，我们来去把白萝卜煮一煮。用回原锅，锅内放入少许油。把白萝卜放进来炒，
翻页略炒一下，放入200cc 的过滤水，让白萝卜有点底味，放入1/4茶匙的白胡椒粉，1/4茶匙的玫瑰盐，把白萝卜煮软。炒一炒后，现在盖盖子焖煮，大约焖煮5分钟左右。焖煮5分钟了，水分有稍微收干了，现在放入刚刚炒好的料，放一半进来，把它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了，现在放入面糊。面糊放进来之前要先搅拌一下，会沉淀。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倒进来了。把它翻炒。这时候不能停手了，要一直翻炒，不然底部会烧焦。我喜欢用这种不粘锅子煮这种萝卜糕类，因为粉浆很容易烧焦，所以呢就会粘着在锅底，很难清洗。我刚加了手把，这样子比较好施力。就是把这个面团再煮成像这样子成型的一团，就可以放去蒸笼里面蒸了。可以了。粉团倒进来之前，先抹上一层薄薄的油。放进来之后，把它抹平。你们看我的锅完全不沾耶，等一下就很好清洗。现在赶快来把它压平。铲子上的也把它刮下来。都抹平了，可以拿去蒸。刚刚我有在这个汤匙上面抹点油，然后再把它像这样子压平，所以就更平了。锅内记得要先放上蒸架，然后再放水，不然等下水煮滚了再放蒸架，手就会被烫到。转大火，盖上盖子煮滚。水滚了，把萝卜糕放进来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40分钟。小黄瓜也腌得差不多了，趁白萝卜在蒸的时候，把水分挤干，放到一个保鲜盒里面来。先来放柠檬原汁，放1茶匙。如果喜欢酸点，可以放2茶匙，我放1茶匙半好了。纯白芝麻油1茶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，二砂糖1茶匙。调味料全部放进去之后，就把这个保鲜盒盖起来，确实盖紧之后，就把它摇一摇，这样子我们的凉拌凉瓜就完成了。有时候呢，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简单，就有一个蔬菜。其实冬天我还是会做凉拌这个小黄瓜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就是很方便，拿出来就可以吃了。然后它其实冬天怕冷的话，我都会先拿出来先退冰，退冰之后比较没有那么冰了，吃起来其实搭配那些热的食物吃啊，放在饭上面，它其实就不会那么冰了。所以夏天冬天我还是很喜欢做这个凉拌小黄瓜来吃。可以了，我们来去看我们的白萝卜糕。时间到了，把白萝卜糕取出来，来切。蒸好了，把萝卜糕取出来，把它切成厚片，刀子要记得抹上一点油。我现在已经闻到白萝卜糕的香味了，那菇类好香哦，想要赶快来试吃了。
吃吧。品尝妈妈今天做的美食。我忘记涂这东西了，番茄酱。小芭乐还加了那个番茄酱，小朋友就会自己找喜欢的酱加，像我就加了辣椒酱。辣椒，让我涂。好香好香哦，完全可以吃到白萝卜的味道。这里面满满都是白萝卜丝，白萝卜的那个清甜。我就觉得这个，很像萝卜糕。对啊，这是萝卜糕。妈妈成功了。对啊，妈妈今天做萝卜糕。你看，妈妈还腌了这个小黄瓜，吃吃看，一定很清脆。小黄瓜就不用加番茄酱了。它配萝卜糕很绝配啊！这萝卜糕软软 Q Q 的，不会太硬，也不会太软，真的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太好吃了。有放这个金针菇、香菇还有猴头菇，整个味道好鲜哦。然后再加番茄酱。太好吃了！大家一定要趁白萝卜便宜的时候赶快试做看看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别忘了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很好吃哦，煎一煎更好吃。要是没煎。没煎就这么好吃。